二战中最不务正业的轰炸机是谁？还是15架英国的惠灵顿轰炸机了。因为在他们的机身下面挂的不是炸弹，而是呼啦圈。很难得一见吧？所以呢，这些呼啦圈究竟有什么用？而惠灵顿又为什么要挂上它们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一起来长长见识。这些呼啦圈啊，是用来扫雷的，而且扫的是海里面的水雷。关于水雷的知识，我以前已经讲过了。如果你已经看过那个视频，就应该已经知道水雷是分为接触式和非接触式的。早期水雷都是接触式的，它们要么直接浮在水面上，要么系上一根链子半潜在水面以下，靠经过的船只触碰引信来引爆。但这样的缺点就是不够隐蔽嘛。于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末期呢，德国人就率先开发出了一种全新的水雷——磁性水雷。它可以直接被沉到较浅的海底，然后静静地等在那儿。一旦上方有船只经过，不经接触就会触发其爆炸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它们一个是磁铁，另一个则可以探测出磁铁。玩过磁铁的人都知道，当我们把某个东西，比方说一个回形针跟磁铁接触久了之后，即便拿开磁铁，它也能继续把别的回形针给吸住。这是因为它已经被磁铁给磁化了。而地球就是这样一块巨大的磁铁，所以它也能够磁化跟它接触在一起的东西，比如一艘从造船厂里面刚刚下线的战舰。于是战舰呢，也就成了一块可以移动的磁铁了。这块磁铁来到海面上，走到哪里就会对哪里的磁场带来微小的改变。磁性水雷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在它的身体里面装有磁针，磁针会随着周围磁场的变化发生转动。当一个磁性较强的物体经过其上方时，磁针转动的角度就会超过阈值，于是起爆电路被接通，水雷也就当场爆炸了。你看，不需要接触吧？水雷本身呢就很令人恐惧了，更不要提这种隐蔽性更强的非接触式水雷了。不仅躲起来困难，扫起来痛苦，更关键的是，在水中呢，非接触的爆炸本身反而比接触在一起爆炸伤害性更强哦。这有点反直觉，对不对？爆炸不应该是离得越近伤得越深吗？在水里面呢，离得近只会伤你一次，而离得远一点呢，则会伤你 N 次。研究表明水中发生爆炸时，能量会以3种最关键的形式得以释放。第一种是冲击波，大约占总能量释放的 53%。第二种是热量，占总能量的 46%， 剩下的大约 1% 则是光了。而对水面船只造成最大伤害的就来源于第一项冲击波。但这就完了吗？没有还有由冲击波造成的气泡攻击。所以第一波由不可压缩的水传递过来的冲击波就已经比陆地上由空气传播过来的冲击波强了1000倍了。因为水的密度大约是空气的1000倍嘛，足以把任何船只轰出一个大口子来了。接下来更猛烈的第二波开始了。由于水下爆炸的瞬间膨胀会导致大量气泡的产生，这些气泡在产生之后呢，会持续膨胀，直到与外界的水压达到平衡后收缩，然后再次膨胀，再次收缩，再次膨胀，再次收缩，反复进行很多次，每一次将一部分的能量释放掉，最后才会彻底平静。在这个过程中，水面上的船只会经历什么呢？会经历仿佛像一只手握着船的两边这样来回弯折一般，顶起拉下，顶起拉下。如果第一波的直接伤害只是将船身撕开了一道口的话，那么第二、第三、第 N 波的间接伤害则会最终将船身掰成2半，很难再有生存的机会了。所以你就能理解英国人得有多痛恨德国人的磁性水雷了。从普通的运输船到皇家海军的主力巡洋舰都成为了磁性水雷的受害者。丘吉尔首相在唐宁街10号里面简直气得直跺脚但光气不顶用得要想办法去扫除这种水雷才行机缘巧合之下呢，英国捕获了一枚德国的磁性水雷。在拆开并研究了一番之后，他们信心大增。这玩意儿不就是个不长眼睛的磁铁探测器吗？既然是个磁铁就能够让它引爆，那我们就做一些假磁铁好了，让这些假磁铁从它上面经过，诱发它们误炸，不就消除了它们的威胁了吗？假磁铁从哪儿来呢？电磁效应告诉我们，电可以产生磁那就用电磁线圈，既轻便又灵活。把它装哪儿呢？装在传统的扫雷艇上可以吗？可以的，但就是效率比较低，危险系数比较大呀。因为扫雷艇只能放慢速度走直线，半天扫不了多少雷出来，还很容易就变成了待宰的羔羊。那更快的方法是什么呢？英国人开了一个脑洞，飞机不是飞得很快吗？为什么不在飞机的下方装个电磁线圈，然后让它贴着海面一遍一遍的飞呢？
这个真的可以有啊。于是经过仔细的探讨，英国人选择了自己产量最多的惠灵顿轰炸机来扮演临时扫雷飞机的角色。在它的机身下方呢，安装了一个由轻质木材做成的中空圆环，并在圆环当中埋上铝芯电线，用飞机上的发电机为其通电，就能把这个木头圆环变成一个巨大的电磁铁圆环了。从此啊，一种全新的惠灵顿轰炸机型号便诞生了，它被起名惠灵顿 DWI， 意思是带着无线定向装置的惠灵顿轰炸机。为什么起个如此隐晦的名字呢？很显然嘛，是怕敌方的情报人员一听就知道，他们有个能够对付咱们的磁性水雷的先进玩意儿了。1940年1月8日，惠灵顿 DWI 扫雷机出战告捷，以极高的效率扫除了德军部下的磁性水雷。随后又在同年的5月10日上演了其辉煌的高光时刻，为逃离封锁的荷兰王室清除了一片干净的水域，使其安全地到达了英国。丘吉尔终于高兴了，大声在演讲当中宣布，现在磁性水雷已经不再具有威胁了。他这句话背后的意思还有啊，小样，就你会用磁性水雷吗？我也会，但我不但会用，还会扫哦，你会吗？所以随后英军就开始了大量布设磁性水雷的操作了，搞得德国开始头疼不已了。老师和学生掉了个个，现在换成德国人开始学习英国人是怎么扫雷的了。啊，原来你是用飞机挂线圈啊，我也可以有啊。于是他们就在自己的容克大妈 JU-52 型运输机的机身下挂上了跟英国人一模一样的电磁线圈，也开始这样扫出英国人布下的磁性水雷了。与此同时啊，别的国家比如美国、法国、俄罗斯也都研制了各自的扫雷飞机，大有一种要来一个空中呼啦圈世界杯的意思。但很快啊，他们都消失不见了。为什么呢？因为空中的扫雷机确实是要比海面上的扫雷艇要快，但它在空中却是最慢的存在啊，所以就很容易成为其他战斗机枪口下的羔羊。雷是越扫越少了，自己呢更是有去无回了，所以空中扫雷便渐渐就叫停了。而且啊，它也只能扫出磁性水雷，还只能是布的比较浅的磁性水雷。对于后来出现的靠声纹、压力与振动触发的非接触水雷而言，根本就是毫无用处的。那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总不能只是因为长得奇怪嘛。好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谁是当今汽车界的扛把子呢？我觉得是成龙在一个好人店里面开过的矿山卡车了。当时就把我给震惊了，这家伙简直刀枪不入，无坚不摧，见墙拆墙，见车碾车，世界在他眼里面就跟个玩具似的。这多少有点戏剧化的成分在里面吧。我一开始呢还有点不敢相信啊，直到有一次去参观三峡大坝，亲眼见到了一辆作为展示的曾经参与过三峡工程的矿山卡车之后呢，站在那个连轮毂我都够不到的大轮子下面时，才意识到我的无知与渺小。如果这个东西还不能证明人类的力量的话，还有什么可以呢？不过在感慨的同时啊，无数的疑问也迸发了出来，比如这个庞然大物是怎么驱动的，是怎么运输的，是怎么生产的，等等等等。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好奇的话，今天就来对地方了。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在经过仔细的调研之后呢，今天我终于可以讲给你听了。先把几个我认为最有意思的点抛给你，咱们再展开。第一个是，可能跟很多人想的不一样，其实大多数的矿山卡车是个电动车。第二个是，矿山卡车其实在出厂的时候只是个半成品，真正把它生产出来的是矿山的工地。第三个就更绝了，矿山卡车最偏爱的居然是女司机。为什么呢？下面我们就一个个来讲。先说电驱动啊，拿这辆利博海尔 T284 举例，虽然它不是世界上载重量最大的矿山卡车，但怎么也能挤进前5了。它宽 9.68 米，高 8.3 米，长 15.7 米，一共装着6个直径达到4米的轮子，每个的重量呢都超过了5吨，整车加起来更是重达237吨。作为对比啊，我国最先进的 99A 主战坦克也不过就重50多吨而已。当然它的载重也不得了啊，达到了363吨，也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它是能够把7辆 99A 叠起来，以最高64公里每小时速度轻松运走的。所以这么看起来，它一定要有一颗超级强悍的心脏才行啊。没错，装在这个怪物核心的是一台排量90升的 V20 柴油发动机了，加一次油就要干掉5351升，不过只能供它连续开上10几个小时而已，足够强悍了吧？等等，咱们不是说好了它是电驱动吗？
怎么柴油机都出来了呢？柴油机出来并不影响它的电驱动，因为电驱动中的电的来源就是由柴油机带动的发电机，它其实是一个柴油电传动的系统。简单讲，就是一个先发电再用电的过程，由柴油机带动发电机发电，电力再传输给车轮处的电动机，由电动机来带动车轮转动。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的感觉啊？明明柴油机输出的就是动能了，为什么还要把动能转化为电能，再将电能又转换回动能呢？这两次转换之间不是会带来能量的白白损失吗？的确损失是有的。但是对矿山卡车这种超大型的设备来讲呢，柴油电传动的方式相比起传统的机械传动方式，却有着十分重要的优势。当我们把这两种传动方式的示意图放在一起对比时，就能明显的看得出来电传动系统的复杂程度低了很多。它不需要离合器，不需要变速箱，不需要传动轴，也不需要差速器，因此可以把更多的空间以及重量留给矿山卡车需要拉的货了，使发动机的利用率得到提高。同时呢，系统的简化也就意味着在矿山等恶劣使用环境下，故障率和维修成本都降低了。第三个是电动机在低速载重牵引时会有更大的力量，并且在需要刹车时还可以反向驱动来达到减速的目的，大大减少了刹车片的机械磨损，同样也是省了钱呀。当然，你说愿意去挑战难度和钱包的有吗？也有的，比如说卡特彼勒，它就是机械传动式矿山卡车的典型代表，性能也是相当的优异只是制造难度大点，保养成本高点罢了。具体怎么选呢？还是看个人的喜好吧。对了，前提是你的口袋里面要有500万美元才行哦。另外呢，还得要准备好运输的开销才行。这么大的东西是根本不可能开到任何正常道路上的，哪怕别的车给它让一让，宽度够它走了。但是它300吨的重量落在6个轮子那一点点的接地面积上，又有哪条路真的能修得那么结实呢？所以虽然它自己就是一辆运输车，但是当它要去执行运输任务时，是首先要被别的运输车给运输过去的，而且呢还是拆开来运输的。或者更直接点讲，就是它在出厂的时候只是个半成品，你买回去之后呢，需要对着说明书用吊车把它给拼装起来的。拿卡特彼勒797举例通常情况下它都是被分成7个部分运输到目的地的。车架装一辆，驾驶平台装一辆，柴油机装一辆，那个巨大的翻斗再装一辆。既麻烦又花钱。要当他的车主你不仅要有钱，还得要有足够的耐心才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家公司敢提供 One Piece， 也就是整体运输的服务，它叫做马姆特，是一家荷兰的大件运输公司，所以拥有非常丰富的运载平台。但是为了运输单个重量就达到300吨的矿山卡车时，它也是使出了吃奶的劲儿的，将2辆长32米、各带22根可以独立转向的轴，每根轴上又穿着8个轮胎的拖车并联在一起，才能够完成任务。大家可以帮我算一算这下面一共装了多少个轮胎呢？所以如此大费周折，采矿公司当然是希望它的保养周期越长越好啦。正常情况下呢，每5000个工作小时，差不多就是每5年，它就需要回到车间被重新拆成零件，彻底的维修。但这个时间呢，也并不是个定数因为它毕竟是机器嘛，跟你怎么用是息息相关的。爱惜一点，可能用上6000个小时；暴力一点，可能连4000个小时都不到。要你会怎么选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公司都更青睐于找女司机来驾驶矿山卡车的原因了。至少国外的情况是这样的。我看了很多视频，都是女司机在驾驶的，可能他们会觉得女司机的操作会更温柔一些吧。但国内的情况嘛，我就不太清楚了。如果有了解的朋友，也可以分享给我们听听哦。好了，这就是本期的内容，欢迎大家留言来帮我补充。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炮弹到底是尖头好还是钝头好？到底是带炸药好还是不带炸药好呢？这看起来会有争议吗？好像没有吧。既然是炮弹，肯定是要炸才好既然是飞在空气当中，自然是尖一点的流线型才更好呀。但是坦克穿甲弹并不是这么想的。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坦克穿甲弹。既然是穿甲弹，那目的就只有一个了，穿透装甲。不管你是坦克装甲、战车装甲还是攻势的装甲，总之我就是要用我强大的动能来暴力的把你给撕破。大力出奇迹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诠释。但装甲也不傻呀，没理由白白等你来穿所以他也在变着花样给穿甲弹制造麻烦。
于是矛和盾之间的你追我赶呢，就这样携手前行，硬是用了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间，把穿甲弹活生生的从一枚炮弹逼成了一只飞镖。在这张图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穿甲弹的一个较为完整的演变过程，身子是越来越细了，头也越来越尖了，到了后面尾巴也像飞镖一样长出来了。但是等等，有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它的头从来就没有钝过呀，那我们一开始讨论还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啊，我们看到的这些尖头只是为了提高穿甲弹在空气当中飞行时的气动性能的一个部件，它叫做风帽，很软，一碰就塌，是不会参与到穿甲的过程的。真正去穿透装甲的叫做弹心，而它的头部是这样的造型。为什么呢？这个我们就要从穿甲弹和装甲的交手过程说起了。装甲本身是有个实际的厚度的，叫做物理厚度。为了抵御住穿甲弹呢，当然是越厚越好了。但是越厚也就越重也越贵呀。后来人们就发现啊，我不一定非要增加物理厚度才能够增加穿甲弹的穿透厚度啊。我只要把装甲斜着放和飞过来的穿甲弹呈现出一定的角度，就能够增大它需要穿过的厚度了。这个呢叫做装甲的等效厚度。理论上倾斜的越多，这个等效的厚度也就越大。但是考虑到坦克内部的空间和布局呢，它也有一个合理的范围。好了，来到了穿甲弹那边，你以为它只是遇到了一个穿甲厚度的问题吗？不是，是两个问题，厚度算一个，跳弹算另外一个。什么是跳弹？就是本应该穿过装甲的穿甲弹呢，却被装甲给弹飞了。而这个呢，恰恰就是尖头惹的祸了。从弹头接触装甲的受力分析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出蹊跷来了。当穿甲弹撞击装甲时，弹体会受到两个方向的力的作用，一个是垂直于装甲表面的法向力，另一个呢是平行于装甲表面的切向力，两者的合力才是弹体真正的受力。当穿甲弹是个尖头的时候啊，由于尖头的下缘首先跟装甲接触，所以它在法向上的受力呢是要远大于切向上的受力的，合力的方向就比入射线更高了。在这样的作用下呢，它的运动轨迹就开始往上飘了。即使还能穿进装甲呢，也要走过更长的距离，最后带来的杀伤效果嘛，自然是大打折扣了。那要是再悲催一点啊，就是直接跳飞了，白白浪费了一枚穿甲弹不说，还给敌人指出了明确的方向。那怎么才能把它从往上飘拽下来往下钻呢？让切向受力大于法向受力啊，这样它们的合力就是低于入射线了，形成一种我们称之为转正效应的结果，帮助弹头走了一条捷径，更有可能去穿透装甲了。而盾头的外形就能够实现这样的效果。你可以把这个过程想象成啊，当穿甲弹碰上装甲时，恰好被自己那盾头的底部给磕了一下，就没有稳住，要往前翻倒了，屁股于是翘了起来，整根弹体呢也就转到了和装甲较为垂直的角度上。这不正好就是完美的打击角度吗？所以啊，很快穿甲弹就从早期的尖头变成盾头了，同时也去掉了后部装着的炸药。因为人们发现啊，一旦穿甲弹穿透装甲，其自身所打出来的金属碎片呢就足够有杀伤力了。与其去考虑增加它穿透后的效果，不如把精力集中在如何让它穿得更透这件事情上。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幕幕的打怪升级的场面。盾头戴上了风帽，以便降低风阻，提高射程。风帽下面再被扣上了背帽，以便保护负担主要穿甲任务的弹头免遭经过表面硬化处理的非军事装甲的破坏。而要让弹头穿甲穿得更深呢，就只能让它飞得更快，重量轻一点，不就能飞得更快一点了吗？于是咱把力量都集中到穿甲的核心弹心上，只在它身上使用高密度高强度的材料，至于外面包裹住它的嘛，就可以用一些较为轻质的材料了，以便在使用相同火炮来发射时明显提高出速度。既然弹心外面的部分在穿甲时完全就帮不上忙了，干嘛不把这部分的重量也省了呢？让它拖住弹心飞出炮管后立马就脱落，不是更好吗？于是穿甲弹来到了脱壳的阶段。接着人们又发现，要是这根弹心又长又细，也就是专业上所称的长径比越大的话，它的穿甲能力也就越强。于是就开始把脱壳后的弹心往细长方面做了。与此同时啊，为了提高它的飞行稳定性和精度呢，又给它加上了一个尾翼，让穿甲弹最终来到了现在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成为了一个最不像炮弹的炮弹了。好了，这就是穿甲弹的大概原理和发展历程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啊，这对矛和盾是如何相爱相杀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人类身上的一个矛盾，
就是只有这么多的资源和精力，为什么不把它放在更有意义和价值的地方，而非要内耗在彼此的争斗上呢？这个真的有意义吗？我个人觉得首先这无法避免，其次这还真的有意义。人类的本性就是资源占有，在总量不可变的前提下呢，只能是你多我少，那怎么办？打呗，打就要发展军事，你有一个好矛，我就必须要有一个好盾，这才能平衡嘛。而且呢，还要不断去升级这种制造平衡的装备才行。于是科技就得到了发展。所以没有欲望，没有占有，没有好斗，哪能有如今的智能化生活呢？这些东西最早不都是为了军事目的吗？你能说它没有意义吗？只是谁也不希望它失去平衡罢了。好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这是一枚3X几2型潜射弹道导弹发射的画面，可以看到它从水中穿出来之后呢，便会立即点火，然后迅速的爬上天空。好，暂停一下，先给大家出一道题。它从水中发射到水面的动力究竟是什么呢？把你的答案写在评论区，最后我会来揭晓。与此同时我们来仔细的观察它的头部，似乎有一根类似天线的杆子慢慢伸了出来。虽然画面不是太清晰，但我们拉近来看，应该还是能够分辨出来的。对了，就是这根杆子，它到底有什么用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又要来学习一点反常识的知识了。这根杆子呢叫做减阻杆，它本身倒是没有什么反常识的，反常识的是我最后要讲到的东西。当然我们一步步来，先看看它能够干什么。我们都知道，在空气中快速前进的物体呢，都是会受到气流所带来的阻力的。要是速度再快一些，超过音速之后，还会产生激波，就是空气被压缩到还来不及复原的状态，它会给后面的物体带来更大的阻力。虽然超音速后激波不可避免，但是矮个子里面也能找出个个高的。激波可以分为2个主要类型，正激波和斜激波。正激波的激波面与气流方向垂直，把大量空气压缩在其中，从而对前进的物体呢造成巨大的阻力。斜激波的激波面与气流方向倾斜，它也会将一部分的空气压缩其中，但同时也会将其余的空气改个方向，然后就这么放它们走了。所以对前进物体造成的阻力相对会小很多。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激波是它们的组合体，叫做弓形激波。顶部是个正激波，两侧是个斜激波，对物体造成的阻力自然也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那怎么才能产生出相应的激波呢？就是物体的外形了，尤其是头部的形状。简单点来说锥形头部产生的是斜激波，盾形头部产生的是弓形激波。至于想要产生一个纯粹的正激波嘛，我的世界倒是提供了一个比较完美的实验场景。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战斗机的头部是尖的，火箭的头部是尖的，大部分的导弹头部也是尖的了吧？因为他们想要获得的是高速，就必须要尽可能的减小激波阻力。相反，有的物体还就是想要从激波那儿得到更多的阻力呢，比如从大气层外面返回的航天飞机、返回舱等等，所以他们就是用自己平坦的屁股从太空中坐着回来的。好了，那你说作为弹道导弹，它是想要高速还是高阻呢？想都不用想，肯定是高速弹道导弹打的是抛物线，就跟我们扔石子一样，出手的速度越快才能够扔得越远嘛，所以它应该是个尖头才对。但反观3X几，它的头部却是圆滚滚的，为什么呢？主要有2个原因一个是它要被塞进空间局促的潜艇里面，就不能长得太长。那哪边的长度是可以被砍掉的呢？就是利用率本来就不是太高的尖部分了嘛。二是在水中呢，这个尖不仅没有优势，还容易造成运动不稳定，降低速度。但盾头反倒在这儿就不一样了它可以利用空泡效应来提高运动速度，显然是比尖头更好的选择。这点咱们看看鱼雷的造型就有数了。好了，水里面要盾头，空中要尖头，怎么调和呢？工程师们左思右想，突然一个灵感迸发了出来，咱们能不能欺骗一下空气呢？让它以为我长的是个尖头呢？怎么欺骗？用一根杆子从源头上面伸出一截来骗。这就是减阻杆了。减阻杆利用头部先产生一道激波，它正好可以划过后面真正的弹头。这个激波虽然也不弱，但好在减阻杆头部的面积很小，激波对它产生的阻力也就不大了。而弹头和弹身则可以藏在减阻杆拨开的气流当中，这部分气流的压强没有被激波压缩后那么大，所以就成功降低了弹身所受到的阻力，而且降低的阻力比减阻杆本身受到的阻力要多，综合起来就让整个弹体受到的总的阻力减小了。
就凭这根可以伸缩的杆子呢，三叉戟在助推段的阻力可以减少大约1半，射程呢则增加了300多公里，可谓效果显著啊。其实，如果你把建筑杆的头部和弹头连起来呢，你会发现它和尖锥形式差不多了，等于就是制造了一个虚拟的尖头，增加了导弹的等效长径比。在水中时呢，它是缩在弹头里面的，到了空中就伸出来顶在前方。当然，圆头带建筑杆的潜射弹道导弹不光只有三叉戟啊，俄罗斯的布拉瓦和我们国家的巨浪也都是这样的造型。好了，真正反常识的东西来了，你既然都把尖头虚拟出来了，那这根用来虚拟的建筑杆本身能不能也被虚拟出来呢？答案是可以的。用什么来虚拟呢？竟然是用气流，用气流来对付气流真是绝了。是的，在超音速飞行的盾体头部开一个喷口反向喷气，不仅不会产生反推力，降低飞行的速度，反而是可以减小阻力，让自己飞得更快的。所以下次在跟谁比赛跑步的时候呢，可以一边跑一边朝着前面吹气，说不定有奇效哦。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对了，还要揭晓答案。3, 2, 1, fire. 3, 2, 1. 潜射弹道导弹是被压缩气体从水里面推到空气中的，你答对了吗？二战空中是各种王牌战机的秀场，英国的喷火，美国的地狱猫，德国的 Bf109，日本的零式，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啊。不过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那就是在太平洋上空飞行的飞机和在欧洲上空飞行的飞机是明显不同的。最大的区别体现在它们的鼻子上。太平洋战机有着短而平的鼻子，但欧洲战机呢，鼻子通常又尖又长。为什么？最直接的答案在于它们所用的发动机是不一样的。短平鼻子的战斗机，比如 F6F 地狱猫零式，所用的发动机呢是气缸围绕着中心曲轴，像自行车辐条一样径向排列的新型发动机。由于可以把气缸尽可能的放在一个平面上最多就2个吧，就能利用吹过来的风呢，直接把热量给带走了，省去了额外的降温手段，简单方便啊。但是径向排列的气缸本身就增加了发动机正面的直径，再加上这个正面呢，还得是需要直接迎着风使劲吹的。你能把它给罩上吗？不能嘛，所以便呈现出一种又短又平的外观了。而长尖鼻子的战斗机，比如喷火、野马和 Bf109，它们用的是将气缸分为2列，从前到后斜着插在中心曲轴两边的微型发动机，所以正面不大，更多的体积呢体现在侧面，当然就显得长了。而且它用的也不是风冷，因为很难用得上嘛，而是水冷。主动的水冷，使用冷却液在发动机和散热器之间不断的循环来带走热量，所以把发动机罩在一个更加平滑的空间里面，不用担心这里缺风，还能因此而提高气动性能，是更为有利的选择了。于是鼻子就尖了。不过我们是不是还得往深里面再多问几句呢？为什么太平洋战区的飞机更喜欢用风冷而不是水冷？反过来也一样，为什么欧洲战区的飞机更喜欢用水冷而不是风冷呢？是性能上面的差别吗？这2种发动机在设计上呢都是非常出色的，也都能提供出强大的动力，所以选哪个其实区别都不大它们应该不是主要的原因了。那主要原因是啥呢？总结下来大概有这么几方面首先一个是战斗的可靠性，新型战斗机以其超级能抗造而闻名，即使在战斗中有个别气缸遭到了破坏，也能够继续保持运行，只不过呢损失了一些功率而已。而且它散热靠风，灭火也能靠风所以就不太容易让发动机整体过热之后宕机。但对于液冷的微型发动机而言气缸的损坏可能导致冷却液的流失，发动机在无法有效降温之后呢，便直接停掉了。这个在欧洲上空非常糟糕，但是换在太平洋上空哪里只是糟糕原因很简单这里到处都是水，一片无垠的水太平洋空战的特点是需要长时间的在海面上飞行，无论是战斗还是巡逻，无论往返的是基地还是航母所以那该死的发动机绝对是不能停的但换一个场景，情况就变得有点不一样了。如果喷火在英格兰上空失去了动力，它就不会那么焦虑滑翔和跳伞都是可选项，而且大概率呢还能够在安全落地后赶回家喝口压惊茶。太平洋呢，你能把飞机滑翔到哪儿去，又能跳伞飘到哪儿去呢？哪儿都是空旷的海面没有它只有水，不是喝而是灌了。其次，简单。新型发动机在设计上往往比微型发动机要简单得多而就是这个简单呢，在这儿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了。
相比起欧洲战场优质充足的后勤保障与维修设施，太平洋的岛屿上和航母上条件那叫惨不忍睹啊！酷热的气候、缺乏的补给、简陋的设施，还有热带的蚊虫。得了，你不要给我搞什么复杂的发动机啊，越简单越可靠，越快能够修得好就可以了。看起来除了新型发动机还有得选吗？不过话说回来，既然新型在这儿有优势，那在欧洲上空不该也有优势吗？为什么就用的不多了呢？一个是我们刚才说的，由于设施完善，他们对于易于维护的渴望程度就没有那么高。二是微型发动机的供应量它很充足啊，不用不也是浪费吗？喷火和野马用的都是罗罗的梅林发动机，原本呢它就是作为一款赛车引擎设计的，早就已经生产出了很多只需要稍微改动就能装上飞机了，不比你重新设计生产新型发动机来的多快好省吗？而且它们的确也更加容易塞进更小巧的机身当中啊，使战斗机也变得更加小巧、更加流线。这个呢肯定会带来一定的空中优势的。最后还跟平台有关啊。太平洋上的战斗机很多都是舰载机，你说是扁而短的飞机好放，还是长而尖的飞机好放呢？答案很明显吧，而且海军大概也并不喜欢损坏的微型发动机将冷却液流出来，把甲板搞得又湿又滑了吧。好了，以上呢就是我能够想到的几个原因。当然，新型和微型发动机各自还有很多不同的特点，欢迎大家留言来帮我补充啊。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1963年的夏天，地球看起来呢很可能像是另外一个土星，因为它突然之间就多了一道光环。为什么？今天给你分享的这个故事非常离奇，也非常耸人听闻，但它还就是真真切切的发生过，把整个世界都吓得不轻啊！让我们把时间退回到60年前，上个世纪50年代，美苏正处于狂热的冷战当中，彼此的被害妄想症呢都有不断升级的迹象了啊！其中就比如，他们一定会先扔原子弹来炸我们的，所以我们就一定要造的比他们更多才行啊！他们一定会先占领太空，然后想在上面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进军太空的速度一定要比它更快呀！还有他们一定已经有了一个邪恶的计划，要破坏我的通信网络，所以我就必须要设计出一个它肯定破坏不了的通信方式出来，等等这些。今天的故事其实就是在解决第3个问题了，通信。那个时候还没有通信卫星，所以远距离的通信呢，主要依靠2种方式，一种是电缆，比如电话电缆和电报电缆，它们跟今天的光缆一样，在跨越洲际的时候呢，也是被埋到海底的。显然，苏联想要破坏它呢，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复杂的邪恶计划，一把剪刀和一个潜水面罩就足够了。挑容易的位置下手嘛，海底并不总是无懈可击的。另一种通信手段呢，就是无线电了。由于地球表面是弯曲的，所以实际上你瞄准某个方向射出去的无线电呢，它最终跑到天上去了。不过意外收获来了，人们发现大气层中的电离层呢是可以反射无线电的，于是远程传输无线电就可以这样来操作啊，像打乒乓球一样，让它在地表和电离层之间呢不断的弹来弹去，并越弹越远了嘛，最终就能够达到目的地了。说实话，这种方式哪怕是当时强大的苏联靠人为的干扰和拦截都是不太现实的，所以美国人能够安心了吗？也不行啊，因为苏联人捣不了乱，太阳却来捣乱了。电离层反射无线电波的效果呢，是由太阳风暴来支配的，这更是一个望尘莫及的不可控因素了。手上这2张牌都是小牌，美国他能不着急吗？就在这个时候呢，一位 MIT 林肯实验室的研究员站了出来，小声地说道：“或许我有一个办法。”此人名叫沃尔特·莫罗，1951年加入林肯实验室，期间担任了很多重要项目的研究和开发工作。在官网的介绍页面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后来还在1977年至1998年期间担任了该实验室的主任，可见是个重量级的人物啊。当然，他在1958年提出的那个建议呢，也是重量级的，重约20公斤。20公斤开什么玩笑？不是在开玩笑啊！那20公斤呢，可是由大约5亿根这样的比头发丝还要细的铜丝组成的，而且还是分布在从地球表面往上走3500公里才能够到达的轨道上面的。这个疯狂的计划叫做西福特计划，理论依据是用这些环绕地球的细铜丝组成一个永久的、不受太阳干扰的、苏联人也够不到的无线电反射器，让美国人享有真正的环球通信自由。够不够伟大？够不够给力啊？美国军方简直是爱死莫罗了，于是马上就拨款要求其加快进度，把想法变成实践。消息一传出整个世界的科学界都不淡定了，尤其是天文学家们虽然那会儿大家还没有太空垃圾的意识，但总归觉得这样做太过分了吧。
大家对西福特计划的谴责和声讨呢，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啊。首先，第一个是科学家们认为这些数量众多的铜丝呢，会直接干扰光学和射电天文学的观测。第二，这样做无异于美国向全世界宣布：哎，你们看，整个天空都是我的呀，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哎，你拿我怎么着啊？第三，这样的研究呢，完全就出自于军事目的，也全由军方控制，科学界根本就得不到公开、透明、严格的评议权，也就无法保证它在科学上的严谨性，等于完全就是把外层空间的命运交给了一帮军人，想想就害怕啊！所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呢，就正式表示反对这个项目。哎，美国国家科学院呢，也成立了专门的监督委员会，逼得肯尼迪总统不得不做出让步啊，承诺说我们保证将这些铜丝放置在较低的轨道上，大家别担心啦，他们2年内就会重新进入大气，烧得连个渣渣都不剩了。你们的天文观测完全就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啊！我们美国是开放的，是公正的，是能够接受大家的批评和监督的。宇宙空间永远属于咱们全人类啊！哎，我们只不过有义务为全人类谋福利嘛。所以这番话呢，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说服力啊！哎，但美国就是美国啊，你反对我就真不干了吗？那不是我的行事作风啊，照做。1961年的10月21日，第一批搭载着铜丝的分布系统被送入了太空。哎，但是在1天之后呢，它没有能顺利展开，后面就失联了，命运至今都还是个谜。科学家们看到美国政府完全就不听劝，便纷纷开始了新一轮的谴责，说你这是在披着体面的外衣干不是人的勾当啊，跟犯罪有什么区别啊？哎，美国政府反而是越骂越勇，第2次发射居然还成功了。1963年的5月9日，终于5亿根细铜丝被撒到了天上，它们每根长1.8厘米，粗0.02毫米，以每天1600公里的速度，快速的在3500公里高的轨道上分布成一条宽约8公里、厚约40公里的金属光环。穿行期间，你会在每立方公里的区域里面呢，收集到大约15根细铜丝。那么，它们真的有效吗？哎，一开始是有的，因为1.8厘米的长度呢，正好是从地球发射的8GHz 无线电信号波长的1半，所以理论上它们每一个都是很有效的偶极天线。而一开始的实验呢，也的确是宣布成功了。哎，这些铜丝很好的在加州与马萨诸塞州之间呢，充当了通信中继的角色。但随着铜丝不受控制的进一步分散，它们的传输能力大大下降，根本就失去作用了嘛。哎，也幸好是这样啊，美国政府才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要知道，他们原本还有好几颗这样的散布器在等着要上天呢。所以我们该松口气了吗？哎，毕竟那么多年过去了，这些细铜丝早就该灰飞烟灭了吧。可情况真没有那么乐观啊！2001年，欧洲航空局发表了一份报告，分析了其中2团西福特计划遗留铜丝处的情况。哎，听好了，这是其中2个还簇拥成团了。报告中说，由于裹住铜丝，一到真空中就该蒸发的苯凝胶不一定能够真正发挥作用，所以有一些铜丝呢，实际上是聚集在了一起，把自己裹成了更大的一团，所以没有那么容易坠入大气烧掉嘛，而是继续停留在了轨道上，至今呢都还能够追踪到它们的行踪，确凿无疑的加入了太空垃圾的行列。虽然只是其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但却也是最诡异的一部分了。希望这样的诡异和疯狂不再上演啊！好了，这个呢就是今天的故事，我是火箭叔，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赤道没有冬天，这句话对吗？也许很快就不对了，因为下一次的冰河世纪或许正在来临。地球曾经是个大雪球，连今天最热的地方赤道都是一些冰水混合物。24到21亿年前呢，地球遭遇了第一次的大冰期。原本连南北两极都绿盎然的地球，直接被冻成了一个大冰块。之后的地球就开启了一种全新的模式，冷一会儿，热一会儿。这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大冰期和间冰期了。而且我们还知道自从离我们最近的温暖的间冰期开启以后呢，已经过了大约1.1万年。根据以往地球历史的推测，这次的间冰期大约会持续1.5到2万年，这就意味着好日子可能不多了。也许我们的孙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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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又得要重新披上兽皮回到山洞里了。下面我们就来从3个方面了解一下：一、大冰期是如何形成的；二、地球生物如何受此影响，包括我们人类；第三，就是我们目前究竟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情况。先来说第一点为什么会有大冰期？
换句话说，就是为什么地球会忽冷忽热呢？想都不用想，这肯定跟太阳有关系，因为地球上面的光和热都是由太阳带来的。之所以太阳带给地球的热量总是在变，那是因为地球总是在变，地球的运行轨道、地轴的倾角和地轴的方向都在周期性的变化。发现这点的是塞尔维亚科学家米卢廷·米兰科维奇。所以地球这3种周期性的循环变化也叫做米兰科维奇循环。循环1，轨道变化，指的是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轨道会周期性的变得更圆或者变得更椭，这是由于木星和土星的引力拖拽所造成的。这个周期呢，大概在10万年左右。当地球公转的轨道变到最椭圆的时候呢，远日点到太阳的距离会比近日点到太阳的距离多上大约 30%， 这会加剧季节之间的气温变化。循环2是地轴倾角的变化。你应该知道啊，地球的自转轴呢并非与公转平面垂直的，而是大约倾斜了20来度。但也许你不知道的是，这个倾角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值，它是在 22.1 度到 24.5 度之间来回摇摆。尽管摆完一个周期的时间比较长，大约需要花上4万年，但同样它也在为极端的季节变化做出贡献。循环3是地球自转轴方向的变化。尽管地球正在绕着自己的自转轴旋转，但其实地球的自转轴本身也在旋转，它围绕的是一根垂直于地球公转平面的轴旋转的。这听起来也许有点复杂，但如果你玩过陀螺的话，就能够很容易的明白我讲的是什么了。这样的现象被称为进动，大约26000年转上一圈，它可以将北半球温暖的近日点冬季转变为极其寒冷的远日点冬季。综上，太阳到底有多少热量能够抵达地球，取决于地球处在米兰科维奇循环中的哪个位置。当地球接收到的热量最少时，夏季的温度会降到最低，所以无法融化冬天里面留下来的积雪，而较多留下的积雪呢，又会把更多的阳光给反射回太空当中，导致温度变得更低。同时，寒冷的温度还会把大气中的保温层二氧化碳锁到海洋当中去，使温度进一步下降。这样往复循环啊，就使地球越来越冷，于是就迎来了大冰期。那么，地球温度的交替变化会对居住在这里的生物造成怎样的影响呢？别的不说，人类的繁盛就得要好好的感谢它。大约在11万年前，也就是上一次的冰期刚，而在同一时期啊，在严寒中挣扎求生的不止只有人类一只。当时的尼安德特人也在努力的挺过严寒。尼安德特人比人类矮壮，前臂和胫骨比较短啊，有助于保存身体的热量。他们也会搭建简单的庇护所，还会拉兽皮当毯子，用木材生火取暖。天气温和时，他们会猎杀马鹿；天气转冷时，则改捕猎驯鹿。而当整个大地被冰封之际呢，他们便前往南方避冬，但最终还是无法避免在2万年前的末次生命期时灭绝。人类则最终获得了胜利，赢得了与其他食物链顶端捕食者的竞争，开启了所谓的人类世。最后，如果我们真的马上就要面临一轮新的大冰期，人类世会不会也将遭遇威胁呢？至少现在看起来，我们与其担心降温，不如担心升温。本来按照地球的计划，它正准备给自己放寒假，但人类却想要过暑假。自19世纪以来，随着化石燃料使用的增加，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开始升高，这让全球气温不降反升，所以我们大概率是直接抵消了一次冰川期。厉害吧？值得骄傲吧？考虑到计算机模型告诉我们，再这样玩下去，到这个世纪末，海平面在上升30到100厘米后，将会直接淹掉很多的沿海城市与岛屿国家。之后呢，我们最好还是克制一下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把撒哈拉沙漠种满树，让它们吸收空气中过多的二氧化碳，使全球变暖的步伐放缓。让我在有生之年能够爬上乞力马扎罗的山顶去看雪，可行吗？让我们先做一个计算啊，10平方公里的面积大概可以种下1000棵树，而撒哈拉沙漠的面积大约是980万平方公里，意味着这里可以种上9800亿棵树，直接将全球的森林规模增加33%。然后他们就开始吸碳了啊，估计每年能够吸收60到120亿吨的二氧化碳，大概占到了目前我们每年碳排放量的16%到32%。结果就很明显了，既然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减少了，全球升温自然也就放缓了。不仅保住了乞力马扎罗山上的积雪，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在完全控制这颗星球上的环境和资源方面又前进了一大步，人类成为1型文明指日可待。有那么简单吗？我是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了让全球的气温降下来，我们都有哪些方案可选？它们的利弊分别是什么？最后，既然都在奔向1型文明了，那我们在控制地球温度上面一定是有一些黑科技了吗？是的，我也会分析给大家听一听。
先来讲讲最传统的方法——种树。这听起来一点也不奇怪，在过去的3.7亿年左右的时间里面呢，树木一直都是地球从空气中把过量的碳吸收并储存起来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这种纯天然的技术远比我们所拥有的任何技术都要更便宜也更有效，所以当然也就是我们遇到问题之后首先想到的解决方案了。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一些网红种树项目在进行之中，比如你可能知道并参与其中的蚂蚁森林，就通过5亿用户的努力，真真实实的在地球上种下了1.22亿棵树，面积相当于1.5个新加坡。在美国那边，一个叫做 Team Tree 的项目也已经成功的筹集到了2100万美元，然后种下了2100万棵树，差不多相当于是3个曼哈顿的面积。这2个项目加起来估计一共可以吸收掉2800万吨的二氧化碳。听起来不错，但相比起目前全球每年大约430亿吨的碳排放量，这就显得太过杯水车薪了。那像我们片头一开始说的那样，在地球上重新种上1万亿棵树，可以解决问题吗？理论上当然可以，在人类还没有来得及砍伐之前，地球上原本也就只有6万亿棵树而已，之前已经砍掉了一半，现在一下子补上去1/3，足够了嘛？但问题是种在哪儿呢？撒哈拉沙漠面积正好无人占用，但无人占用它是有原因的呀。即使是现在海水淡化已经越来越便宜，但要把全球最大的沙漠灌成绿洲，似乎也有点异想天开了。而要在其他地方找一片比美国国土面积还要大的空地，除非咱把美国征用了吧。所以种这么多树看起来不太现实了，那就一边尽量多种，一边尽量少砍，把现存的森林都保护起来，如何？这是一个看起来更加可行的方案。要知道，树木活着的时候是一台天然的吸碳机器，一旦砍伐之后呢，不管是被烧掉还是任由它自然分解，原本储存其中的碳都会重新回到大气中去。经过计算就知道，如果把全球所有已经砍伐掉的树木加在一起，它们所造成的碳排放量居然可以位列全球第3。自1850年以来，全球几乎有1/3的碳排放量是来自于森林砍伐的。如今剩下的森林呢，每年还在帮我们消化掉1/4我们自己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它们身体里面储存着的碳比所有埋在地底下的化石燃料加起来还要多。所以如果我们真的不想失去太多沿海城市的话，保护好现有的森林资源大概会是最直接最经济的方法了。对了，说好的黑科技呢？好的，这就来了地面、空中和宇宙分别都有。第一个要介绍的是位于地面上的，能够直接捕捉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的装置。先来看看它长什么样子，然后你多半就能猜出它是怎么工作的了。这一排排的风扇加上后面的大箱子，看起来像不像是放在室外的放大版空气净化器呢？你猜的没错，甚至连工作原理都很接近，就是先由前面的巨型风扇吸入空气，使它们进入到蜂窝状的接触器里面，在这里化学过程开始接管碳固化的步骤，一种特殊的液体会不断的从上方滴下来，跟接触器里面空气发生反应，但只会迷上其中的二氧化碳分子。它俩呢成功牵手之后，便奔向下方的收集器，跟其他许许多多的新人一起在这里喜结连理，并且很快有了爱的结晶。我说的是真的结晶哦，就是变成这样的碳酸钙小珠珠，然后再用高温加热，让它们释放出纯净的二氧化碳。好，这个时候呢，就有2种公司的2种截然不同的做法了。其中一种是直接把这些二氧化碳埋到地底深处，让它们被岩石吸收之后变成碳酸盐封存起来。本质上就是把大气中的碳转变为地质中的碳，这当然再好不过啊，但最大的问题是它对钱包不太友好，因为整个过程是完全非盈利的，只能靠政府和企业来投资。这在有钱的地方还可以搞几个做做示范和表率，但其实最需要吸碳的地方，恰恰就是世界上一些最穷的地方，让这里的人们掏钱出来把空气埋到地底下。你觉得这有戏吗？所以另外一种公司的策略就聪明许多了，咱把这个变成一个有利可图的生意，不就良性循环起来了吗？于是他们就把分离出来的纯净二氧化碳加工成合成燃料，再把它卖给航空公司和加油站，我们自然也就可以毫无负罪感的敞开使用了。尽管从空气中抽出二氧化碳，把它加工成燃料再烧掉，这二氧化碳不又回到空气中去了吗？但这至少是一种碳中性的能源使用方法，不像燃烧化石燃料那样会在大气中做碳加法，所以仍然是一桩好事，并且由于可以盈利就意味着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就意味着你以后去加油的时候，可能不是说92、95，而是说给我加个2手、3手、4手的汽油。
好了，最后我们再说说天上的。如果你觉得刚才我说的地面上的大型空气净化器都不太靠谱，那天上的可能听起来就更飘了。它的思路是这样的：鉴于温室效应主要是由2方面的原因引起的，一个是有多少的热量进入到地球，另一个是有多少的热量留在地球。二氧化碳让更多的热量留了下来，于是全球就升温了。那如果我们能让一开始就进来的热量少一些，管它二氧化碳多还是少，不一样能控制地球的温度吗？于是大概是不嫌事大，有些人呢就提出了，干脆我们往大气层里面撒上很多类似于气溶胶的细小颗粒物，来模拟火山喷发物，遮挡多余的阳光，怎么样？哎，你别说，他们这个建议呢，还真的是有非常强有力的证据支持的。地球历史上的数次冰川期就是由大规模的火山喷发所造成的。甚至仅在1645到1715年，还有一个被称为小冰期的特殊时期，也是由于火山喷发所引起的不同寻常的温度降低，再加上这样做的成本其实并不算太高，所以真的值得一试咯。这怎么看呢？都只像是好莱坞的电影里面某个丧心病狂的科学家才会干的事情嘛。理智一点啊，这可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大气层啊，不是越干净越好吗？那么把遮挡太阳的东西发射到太空中去呢？埃隆·马斯克不就这么干了吗？未来42000个星链卫星够不够遮上一点阳光？开个玩笑，当然不能啊。只是这说明了近地轨道其实已经拥挤到不行了。最佳的方案就是把遮阳伞发射到跟未来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要去的地方一样的位置，第一拉格朗日点。在这里，太阳和地球的引力相互平衡，所以它会运行的很稳定，也没有别的谁来干扰，而且离地球足够的远，材料也能省下来不少，只需要挡住2%的阳光，就可以解决目前我们所有面临的问题了，完美。只不过你应该知道，太阳真的很大很大，为了挡住2%的太阳光，你需要在这里拥有一把面积为380万平方公里的遮阳伞，面积相当于10个日本的大小。而且第一拉格朗日点真的很远很远，比到月球还要远上将近3倍，所以从地球上发射过去是指望不上了。你只要想一想，网球场大小的詹姆斯·韦伯就已经拖了10几年还没有发射上去就够了。唯一的希望，拖一颗小行星过去，炸开，就地取材，在太空中把遮阳伞直接建起来。好了，我们今天扯得有点远。如果都能上太空去采矿了，那我们干嘛不脚踏实地的回到地面上，认认真真的从点滴做起，保护好我们自己的环境呢？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让你爱上科学。